最近几期视频展现了一些股票回报的惊人真相，比如股市28定律是错的，过去30年美国是595定律，中国是0.599.5定律。再比如股票回报平均数高于银行存款，但回报中位数还不如银行存款。我今天呢继续来说一说在所有金融投资书里都找不到的新发现。如果我们把过去30年上市的全部股票每个月的回报和出现频率做成一张图，大家可以先暂停猜一下形状。答案呢是这样的。很明显，一个月股票最可能回报是0%，这也很正常，毕竟一个月时间很短，赚10%、20%、50%和亏10%、20%、50%的可能性是差不多的。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月涨100%和亏100%的可能性呢也差不多，但一个月也可能涨150%、200%，甚至更多。每个月呢都会有爆款暴涨的个股，虽然概率很小，但它们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。我们的大脑习惯高估小概率事件，所以很多人呢会去买彩票，股民呢也相信自己能撞大运。把月回报改成年回报呢就更有意思了。最可能的回报呢还是0%，亏100%的可能性呢还是很小。一年内股票可能涨2倍、3倍，一些书呢把这个现象叫做肥尾。但没有任何一本书会告诉你，一年里股价涨幅超过4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涨25%、50%，涨1倍、2倍、3倍。这个让人超级意外的结果呢，也让股票投资在短期内变得更加有吸引力。既然股票在一年内大涨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大跌，那么长期持有应该赚大钱才对大家可以再按暂停，猜一下10年回报的分布形状。答案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和大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股票持有10年的回报分布是一个倒 U 字形，最可能的回报呢从高到低排列，先是-99%、-95%，然后呢是赚9倍以上。再接下来呢，很不幸的是亏90%、亏85%、80%，一直到0，然后呢再是赚5%、10%，一直到赚9倍。赚到这个区间的回报可能性都是差不多的。把过去30年的股票从上市到现在一直持有的回报分布和年度回报分布对比，基本是一样的。大亏和大赚可能性增加，除此以外呢基本不变。这些发现呢都是全新的，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讲过。在过去30年，全球40多个股票市场赚9倍以上的个股大概占比是7%到9%，剩下的全部股票合计赚到的钱和亏的钱完全抵消后还有亏损，要从这些赚9倍的个股里面拿出1%到2%才能够全部抵消亏损。但是剩下来的大牛股呢，就使得股票市场整体是赚钱的。最后要再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就是长期涨9倍以上的大牛股，平均每年的回报呢，通常在10%到20%。也就是说在年度回报排行榜中，也就是一年涨幅超过4倍的名单里面找不到它们。不幸的是呢，进入年度回报排行榜的个股，在长期排行榜里呢，通常都落在了亏损的区间里。也就是买短期大涨的股票的习惯，只会带来长期亏损的结果。新发现呢，告诉大家，好的投资是买入功成名就的大公司股票，长期持有。我是夏春，下一期的内容呢会更精彩，请点点关注。我会在留言区告知如何拿到大牛股名单的方法。现在呢，你知道了这个任何一本书都还没有讲的股票投资规律，应该尽快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知道。